2025年跨年夜，當全世界都在倒數狂歡時，美國中央情報局 CIA 卻悄悄投下了一顆重磅炸彈。他們對星際訪客 3I Atlas 的記錄給出了一個極其罕見的回復，既不承認也不否認。那麼，為什麼一個天文現象能讓全球最頂尖的情報機構啟動最高級別的保密機制？這背後隱藏的是比外星技術造物更可怕的真相，還是人類文明即將面臨的巨大挑戰？今天，我們將結合中情局最新關於 3I Atlas 的回復內容，以及2025年底捕捉到的驚人數據，試着揭開 3I Atlas 的神秘面紗。首先，得先介紹一個人，他就是美國著名的真相追尋者約翰·格林沃爾德 （John Greenewald Jr.）。這哥們兒是一位職業的打破砂鍋問到底的人才，最著名的是創建了 The Black Vault。這是一個數字檔案館，這裡面包含通過信息自由法獲得的數百萬頁美國政府文件。他的作品被《华盛頓郵報》形容為此類記錄的平民存儲庫。他發表了從 Encultra 文件到解密五角大樓、UFO 視頻等多種資料。他撰寫了多本關於政府保密的書籍，並出現在包括 UFO 紀錄片系列在內的媒體中。前不久，約翰·格林沃爾德針對星際天體 3I Atlas 向美國中央情報局提出的信息自由法案申請，要求中情局做出回復與公開。來，我們先看看他提出了哪些申請。1. 全維度觀測記錄，請求獲取 CIA 擁有的關於 3I Atlas 的所有記錄，包括但不限於衛星圖像、電磁頻譜數據、音頻信號以及任何形式的原始觀測資料。2. 跨部門情報分析，請求獲取 CIA 與其他政府機構，如 NASA、國防部、國家地理空間情報局等之間關於該天體性質的通信記錄、簡報文件和分析報告。3. 異常特徵評估，特別針對 3I Atlas 表現出的非引力加速度、反向噴流以及異常的自轉軸對齊等現象，請求獲取情報部門內部的評估結論。4. 威脅等級判定，詢問 CIA 是否曾將 3I Atlas 列為黑天鵝事件或潛在的國家安全威脅，進行過專項調查。格林沃爾德的聰明之處在於，他並不是泛泛而談，而是直接指向了情報機構可能掌握的非公開觀測數據。他直接詢問了衛星圖像和電磁數據。如果中情局承認有這些記錄，就等於承認他們動用了原本用於監視地面或近地軌道的絕密偵察衛星去觀測一個深空天體。如果否認，又無法解釋為何情報部門會對一個自然彗星如此關注。終於，在2025年最後一天，12月31日，中情局做出了回復。來，先看圖，這是中情局的回復函。整體措辭非常嚴謹且具有強烈的情報界特徵。最上面是回復時間2025年12月31日，標黃部分翻譯過來，大意是針對約翰·格林沃爾德關於公開 3I Atlas 的任何評估、報告或通信記錄的請求。答覆是：根據第13526號行政命令第 3.6A 條，中情局既不能確認，也不能否認響應您請求的記錄存在或不存在。後面內容是中情局詳細列舉了他們為何不能提供信息的原因，這些理由將該事件直接拉升到了國家安全層面。這份回復在情報界有個專門的術語，叫格洛瑪響應 （Glomar Response）。那麼問題來了，為什麼中情局最終選擇了格洛瑪響應？在情報邏輯裡，這是一種極高級別的防禦姿態。如果只是普通彗星，中情局大可說沒記錄，但選擇格洛瑪意味着記錄是否存在本身就是國家機密。這種通常用於核武器或秘密行動的回復，反而側面證實了格林沃爾德所詢問的這些記錄極大概率是真實存在的，且其敏感程度超出了科學討論的範疇。另外，阿維勒布教授也指出，這暗示了中情局掌握了非公開數據，如深空偵察衛星觀測數據。如果承認有記錄，就暴露了他們在監控自然天體；如果否認，未來若出事，則面臨失職。格洛瑪響應通常只用於核武器，將其用於 3I Atlas， 說明在情報機構眼中，它的威脅等級已等同於秘密武器。這告訴我們，在 NASA 的自然解釋外，還有一套基於國家安全的秘密檔案。
它是人類史上首個觸發情報界最高保密機制的星際物體，這不僅是科學謎團，更是情報事件。這是否暗示美國的衛星已捕捉到了它表面的人造細節呢？現在我們把目光投向3I Atlas 本身，它是人類發現的第3個星際訪客。雖然 NASA 在2025年11月19日宣布它絕對是自然起源，但情報機構的詭異反應卻說明了另一回事。3I Atlas 身上表現出的特徵，用現有模型根本無法解釋。首先看2025年12月30日，世界時間3點34分，意大利虛擬望遠鏡項目捕捉到的圖像。照片中，3I Atlas 仍然是一根直接指向太陽的反尾噴流。大家都知道，3I Atlas已經是遠離太陽了。這時候，一般彗星尾巴是背向太陽的，雖然視覺誤差可能產生反尾，但3I Atlas 的噴流在近日點前後都異常穩固且強烈。一直這樣，怎麼解釋呢？這難道僅僅是冰晶升華，還是某種定向推進系統的能量排放？更讓人脊背發涼的是它的姿態控制。觀測顯示，3I Atlas 在星際空間時，其自轉軸與指向太陽的方向保持了驚人的高度一致，誤差不到8度。在引力複雜的空間中，自然物體保持這種精確對準的概率微乎其微，除非它內部有一套自動平衡或導航系統。而且，它的軌道平面與黃道平面的夾角僅有5度，幾乎是貼着太陽系的大馬路開進來的。這種極高的軌道重合度，在隨機闖入的星際物體中簡直不可思議。難道它不是隨機闖入，而是有目的的到訪？再看它的化學成分，光譜分析顯示，3I Atlas 噴發的氣體中鎳和鐵的比例異常之高。在自然彗星中，鐵占主導，但它卻反其道而行之。這種高鎳比例不免讓人聯想到了工業生產的鎳合金。鎳合金通常用於高性能航空發動機和耐高溫結構件。如果3I Atlas 不是一顆冰球，而是一個包裹在冰壳下的金屬造物，那麼這一切異常是不是就瞬間變得合理了？面對這些硬核數據，中情局在12月31日的回復就顯得耐人尋味。勒布教授認為，這背後隱藏着一種帕斯卡賭注式的情報邏輯。NASA 負責提供科學解釋以維持穩定，而中情局則在暗中調查它是否是外星技術造物。如果中情局確認有記錄卻不公開，說明內容極其敏感；如果說沒有，萬一出事就要承擔失職責任。所以，既不承認也不否認成了最好的擋箭牌。這說明在情報機構眼中，3I Atlas 絕對不是一顆普通的石頭。最近，勒布推動了突破聆聽計劃，利用格林班克望遠鏡對其監測。因為3I Atlas 進入太陽系的方向與1977年信號來源高度重合，誤差僅9度，巧合概率僅 0.6%。這意味着它可能沿着預設的通信走廊移動。雖然近地點12月18日的5小時監測沒收到信號，但勒布提醒，5小時對於星際旅行只是眨眨眼。高效探測器可能採用定向窄頻脈衝或我們無法想象的通信技術。沒聽到不代表他沒在說。還有3I Atlas 靠近近日點時的非引力加速度表現得極其精準，其變化曲線與太陽距離的平方反比關係擬合得近乎完美。這種極高的線性度在噴發隨機的自然彗星中非常罕見，更符合受控的太陽帆或光壓驅動裝置。勒布教授在勒布分類標尺論文中已將這種具有異常非引力加速度且軌道極度重合的物體列為重點懷疑對象。他認為這種精準動力表現是自然界幾乎無法達成的奇蹟。如果繼續用冰晶噴發搪塞，無異於閉目塞聽。這種加速度的穩定性暗示3I Atlas 內部可能存在能根據光壓自動調節姿態的智能反饋機制。我們還要注意3I Atlas 的形狀。光變曲線分析顯示，它的長寬比可能達到了驚人的比例，甚至比奧陌陌還要極端。這種細長或扁平的結構在自然界極難形成，但在星際旅行中卻是減少阻力和提高強度的理想形狀。如果它是一個自動導航船，那麼它的特徵其實就是工業設計的體現。現在的3I Atlas 正朝着木星飛去。有人大膽預測，如果它真的是技術造物，
會不會在經過木星這個引力跳板時，釋放出一些微型探測器留在木星軌道上？這聽起來像科幻，但在嚴密邏輯下並非不可能。我們正處於接近真相的時刻。如果 3I Atlas 真的是一艘特洛伊木馬，那麼我們看到的每一項異常數據都是它發出的無聲警告。讓我們再次回到中情局的那份既不承認也不否認的回復。這份回復正是對我們前面所有科學推測的最有力背書。如果 3I Atlas 真的是一顆普通的石頭，中情局的沉默毫無意義。但如果它真的是一艘擁有智能導航、高鎳合金外殼、精準加速能力的星際飛船，那麼中情局的格洛瑪響應就瞬間變得合理且可怕。它不是在回避問題，而是在用情報界最高級別的保密語言向我們確認，我們所討論的已經超越了科學範疇，進入了國家安全領域。隨着 3I Atlas 逐漸遠離，它的亮度會變暗，但謎團卻越來越大。如果它在木星附近真的釋放了探測器，人類的深空探測任務可能需要立即轉向。想象一下，如果我們能在木星軌道捕獲到外星設備，那將是人類史上最偉大的飛躍。但這也意味着我們可能已經暴露在更高級文明的視野中。這場博弈是科學與未知的較量。我們是選擇躲在自然彗星的安樂窩裡，還是勇敢面對真相？在2026年的開端，3I Atlas 給了我們一個選擇的機會。無論結果如何，它都已經永遠改變了天文學的歷史。朋友們，最近我發現了一個非常好用的 APP， 就是一款叫 Himalaya 有聲書 APP， 非常好用，特別適合喜歡聽書的朋友們。它的華語內容十分豐富，天文地理、歷史名著什麼都有，而且都是正版授權。無論在通勤、走路、運動的時候，還是睡覺前，都可以聽一聽，特別 OK。為了感謝朋友們對我頻道的支持，特別向 Himalaya 官方申請了14天 VIP 免費試用，一般用戶只有7天。現在立刻馬上，你只要點擊下方資訊欄的專屬鏈接，就能領取使用名額。你先用14天，如果覺得不合適，卸掉就是不會扣費。如果你覺得還不錯，你就充值繼續用。